经常有玩家让我们推荐一些比较不错的国产积木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还是从我们曾经做过深度评测的100多款积木套装里呢，挑出一共10款不输乐高的啊，或者严谨一点啊，基本不输乐高的10款国产积木。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一些同样也觉得很不错的套装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呢进行补充。同时，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理解每款套装的特点，从而去挑选适合自己的一款套装，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会从产品化成熟度、经典设计、外观搭建、步骤舒适、可玩性以及零件品质，一共6个维度呢，对它们进行一个评价。以及我这里也会尽量的针对每一款国产套装呢，找一款我们曾经做过的乐高呢作为对标套装。那同样呢，也是在这几个维度下呢进行对比。当然，所有的这些评价呢都是主观的啊，但主观呢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标准，就像体操运动员竞赛打分一样啊。所以呢，我还是以我对积木的理解，把我的这个评价标准呢公示在视频里面。那感兴趣的玩家呢可以暂停视频啊，详细进行了解。同时，本期视频呢涉及到的国产套装的具体顺序呢，我这里是按照零件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好，下面开始。第一款双英咔哒71004三球仪，零件数865片，来自海外 JK Brickworks 工作室的经典设计作品，那也是被国产双英咔哒呢拿到了版权。这款套装呢，在玩家最喜欢的积木套装投票里呢，在整个砖块类套装里呢是排名第2的，整体排名呢第13。这款套装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作为一款精准的还原了地月日运行规律的一款作品。那设计师呢，一共只使用了34枚齿轮，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啊。因为如果你说一个设计师呢，他用了70-80枚啊100-200枚齿轮去做还原的话呢，那我们只能说他做到了。但是在设计方面呢，是绝对谈不上经典的，并且在机械联动方面呢，这款套装还应用到了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的相关知识。所以再结合它这种自然题材以及天文题材，所以不管是对于中小学生啊，还是对于成年人来说，那这款三球仪呢都是非常值得研究、学习和把玩的一款套装。虽然我们最终可以加入电机，让它不停的去旋转啊，但是这款套装的可玩性呢，却并不是体现在这个方面，而是在整个拼搭过程中，在学习和研究层面的可玩性。而且我之前说过，那这款套装呢，可能是被官方严重低估了的啊。那如果要我们来做这款积木营销的话，那我们就在全网来发起一个挑战，是吧？看谁能够在不降低精准度的情况下，哪怕再减少1枚齿轮，是吧？每减少1枚齿轮，咱们就奖励一个 W， 这样子搞啊，那大家才知道这款作品的牛逼，对吧？那被低估的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这款套装的价格。那具体多少呢，我就不说了，反正呢是基本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乐高套装的啊，甚至连像样的国产套装也不太能买到啊。那大家如果知道价格的呢，可以再打在弹幕里啊。好了，那乐高对标，那这款套装非常遗憾啊，在我们做过的乐高套装里呢，没有找到合适的对标。那大家如果有觉得可以拿来对标的套装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啊。第2款双英咔哒64004电动方程式赛车，零件数1667片，比例1:10，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整体排名第24。那这款套装呢，是由双英咔哒自己设计的一款套装。那之所以推荐这款呢，是因为这款套装呢，它不但是国产原创，而且在整个产品化，尤其像在拼搭体验这一方面呢，都是优化的非常不错的一款套装。那如果你玩过一些国产积木套装，你曾经觉得在拼搭体验各方面都不行的话，那么这款套装呢，是有可能改变你对国产积木的一些固有看法的。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款套装甚至还做了全车的大模块的设计。那么这种非常清晰的搭建思路呢，即便是在乐高的同比例套装里，那也是很少出现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乐高1:10、1:8的跑车呢，通常都不会由官方给出动态版的改装方案啊，而是需要玩家自己去设计改装，也就需要自己去 mock 啊。那这款套装呢，不但是做到了我们之前说的大模块设计，而且厂家还在这个基础上呢，给大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几分钟就可以改动态版的方案。当然，既然是1:10的套装啊，那它在功能设计方面，或者说一些复杂的功能联动方面，比如像变速箱这些呢，它肯定是不能和其他的一些1:8跑车去对比的。不过呢，也因此啊，这款套装呢是非常适合新手入坑的一款套装。好了，乐高对标，那我们选出来的呢是乐高42141迈凯伦 MC136，那题材呢也是类似的啊，不过咔哒这款呢多了动态版的改装的功能，并且在内部结构设计方面，大模块设计呢也是比乐高的要高出一个等级。好，第3款双英咔哒63003暗夜骑士 GTR， 零件数2088片，比例呢也是1:10，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整体排名第25。这款套装呢和我们提到的 FE 赛车呢，其实在各方面的总结评价呢都是比较类似的，由双英咔哒原创设计，非常成熟的产品化体验，全车大模块设计，以及由官方给出的非常方便的动态版改装方案，那各方面呢都不输乐高同比例的1:10套装。不过相对于 FE 赛车的话呢，它在产品化和拼搭体验
方面呢是存在一个稍微比较难拼或者说难调试的步骤啊，也就是我们在评测中曾经提到的它两侧车门同步的这个问题。那不过呢，这个就看大家怎么理解了。那大家知道，一般乐高同比例的，也就是1:10跑车呢，是不会做这种通过齿轮传动结构去实现两侧车门开合的这个同步联动功能的。所以这款暗夜骑士呢，它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对应呢这个位置的拼搭难度啊，它就高了一些。那其他方面呢是没有问题的。好了，乐高对标，那我们这里选出来的呢是乐高42125法拉利488，在产品化成熟度以及步骤舒适方面呢，因为刚才提到的车门位置的拼搭难度呢比较高啊，优化不足，所以评分呢是低于乐高的。但是在可玩性以及经典设计评分方面呢是高于乐高的。第4款绅宝203305长征1号，零件数2180片，全国产高专零件，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排名砖块类第13名。那这款套装之所以被我们推荐呢，主要是因为它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在各方面呢都基本不输乐高非常热门的土星5号的一款作品，甚至在某些方面呢还要超过土星5号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款套装呢也是比较被低估的一款套装啊。超过1米的成品高度，带来非常不错的镇宅效果的同时呢，却并不是很占地方啊。此外，全国产高专零件代表国产积木的最好手感，航天文创正版授权加上长征1号的特殊历史地位，带来非常不错的收藏价值。同时呢，在产品化方面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套装中呢还配了6个人仔。那乐高对标自然就是土星5号了。相对来说，这款长征1号呢做了非常丰富的内构设计，也是相对于乐高土星5号来说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不过在拼搭体验方面啊，这款长征1号呢使用了大量的转印贴纸来做出了外观面的铆钉以及一些管线细节，而乐高土星5号的印刷件呢则在拼搭体验方面会让玩家感觉更加的舒适。第5款绅宝202001山东舰，零件数3010片，全国产高专零件，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排名砖块类的第5。那作为一款主要强调收藏价值以及静态展摆的套装，我们对它的主要关注点呢肯定就不是功能联动设计了，而是看它的外观还原以及内构设计这2个方面。那这款绅宝山东舰呢在这2个方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啊。那外观呢大家可以从视频中呢就能感受到，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打开甲板去欣赏里面巨大的这个下沉机库啊。另外呢，对于一款强调静态展摆的套装来说，那如果没有 IP 没有情怀的话呢，肯定是没有灵魂的。那这款绅宝山东舰呢也是获得了正版授权，同时作为一款已然绝版在即的最后一艘采用滑跃式起飞的航母，那这款山东舰的收藏价值呢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款套装存在的最主要的可能的缺点呢，就是它这种题材呢必然存在的重复拼搭步骤啊稍微有点多，以及大量的转印贴纸呢会比较考验玩家的耐心。那之所以说是可能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个人呢其实并不太认为这是缺点啊，反正呢这个事实呢是存在的。而且之所以必须要提呢，也是因为在整个玩家圈子里面对重复拼搭以及大量贴纸的问题呢也是存在比较对立的2个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事实啊。好了，乐高对标，那这里呢我们同样也没有在我们做过的乐高里面找到合适的对标套装啊。可能泰坦尼克号呢可以拿来对比一下，不过我们没有做过。那大家感觉这款呢和泰坦尼克号相比，你更喜欢哪一款呢？可以把自己的评价呢打在弹幕里啊。第6款双英卡达61042法拉利488，零件数3187片，比例1:8，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整体排名第1。那这是一款来自 Bruno 的经典 MOC 设计作品，作品版权呢是被国产双英卡达拿下来了，然后进行量产。那这款作品呢也是在玩家圈子里面享有一个非常高的知名度啊。那根据我们在10来个玩家群里做过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这款套装呢在玩家群体里的保有量呢是超过了乐高4款1:8超跑的，而且还是把乐高复刻一起算进去的情况啊。那这款488呢都是一个遥遥领先的状态，所以呢可以想象得到它设计的经典程度和受欢迎程度啊。作为一款优秀的 MOC 作品，这款套装在产品化方面是相对来说非常成熟的一款，设计经典的同时呢，却基本没有反人类的拼搭步骤，同时步骤优化呢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不过整体来看啊，它的拼搭难度呢仍然是超过乐高1:8超跑的，所以相对来说呢，更推荐给一些进阶的玩家去拼搭。那对于新手玩家呢，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啊，通常也不会遇到什么问题。而且有相当大比例的最终完美完成了这款套装的玩家呢，也都是新手玩家啊，只是我们需要去提一下这个难度的问题。那同样呢，也提一下它的精彩设计点啊。首先是它的非常精彩的可以在行驶中换挡的4速序列式变速箱，相对于乐高42143法拉利这种套用老款变速箱和核心联动设计方案的套装来说，这款488在设计创新性方面呢，是可以把乐高官套甩出几条街的。那其次呢，就是完全不输乐高的所有1:8超跑的全功能还原。那第三呢，就是在内部联动结构非常精彩而紧凑的前提下啊，仍然做到了外观的最大化还原以及最终整个成品的稳固性。所以说，如果我们对比其他所有的1:8超跑，那这款488
话呢，应该都算得上是六边形战士的一个存在。好了，乐高对标，那这里呢，我们挑出来的是乐高最新的这个42143法拉利。乐高呢，在产品化成熟度和步骤舒适方面啊，稍微比斯柯达的488要好一点。不过在可玩性和经典设计方面呢，那是要差很远的。同时，因为488的经典设计呢，所以我们也额外的加了1分的附加分啊。第7款森宝203337天河核心舱，零件数3227片，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排名砖块类的第4名。和山东舰一样啊，也是一款强调收藏价值和静态展摆的套装。那在尺寸方面呢，这款天河核心舱的定位呢，我们觉得也是比较恰到好处的。最终成品的总长度呢是接近70厘米，这个尺寸可以带来比较震撼的陈列效果。那同时呢，又不至于太占地方啊，同时呢又足以去做一些内构部分的搭建。那这款套装呢，也是使用了非常多的转印贴纸，对整个核心舱的外观细节呢，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还原。在拼搭手册以及产品化成熟度方面呢，也有不错的表现。那乐高对标方面呢，在我们做过的乐高里面呢，我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标。不过这几年呢，国产航天主题的套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最近呢，也想多做一些乐高这方面的套装，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呢，可以通过评论区或者弹幕呢来告诉我们。第8款双鹰咔哒61036悍马越野车，零件数3935片，比例呢是1:8，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整体排名第7名。那这款套装呢，在玩家群体里保有量呢也是非常高的，口碑也非常不错。和我们之前盘点的另外2款双鹰咔哒的套装一样啊，同样呢也是来自咔哒自己的原创设计，同时呢还拿到了悍马的正版授权，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款不太多见的，从积木设计到原型车 IP 啊，都具有完整版权的一款国产科技组套装。在设计定位方面，这款悍马呢是一款强调丰富联动功能的一款作品。那内部呢也是做了分动箱的设计啊，除了基本的行驶、转向以及发动机联动以外呢，还做了比如武器平台的旋转、发射、车头绞盘以及前后差速锁等设计。除此之外啊，这款套装还大量的使用了大模块的设计手法。在积木套装的产品化方面呢，也是做得非常的成熟，也包括国产积木不太常做的内部零件分色呢这款套装呢也是有做的。那乐高对标作为一款4000片级别、长度超过50厘米的大型旗舰款越野车，乐高其实目前呢并没有类似级别的越野车套装可以拿来做对比啊。那我们这里呢就勉强选出42110来做一下对比。在产品化成熟度和步骤舒适方面呢，这2款没有明显的区别。在拼搭以及调试难度方面呢，都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的。那咔哒悍马呢，在外观搭建以及尤其是可玩性方面呢，肯定是优于42110的，因为它不仅仅有最终的这个丰富联动功能的动态版成品可以拿来下地把玩，而且拼搭过程中的这个可玩性呢也是非常不错的。第9款 K 盒子 V5004反浩克装甲，零件数4123片，成品高度呢比乐高同题材的反浩克呢要稍微矮一点，大概是14厘米。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排名砖块类的第1名啊，整体排名第9。那这款作品啊，作为国产原创设计，可以说除了零件品质以外，在设计方面呢，不管是外观设计方面还是内部结构设计方面，应该说都是全面的超越了乐高。尤其是在结构设计方面啊，这款 K 盒子反浩克呢，可以说是全面代表了机甲类积木应有的设计思想，也就是我们在评测中提到的骨架是骨架、外甲是外甲的这种清晰的机甲类积木的设计思路。那大家知道，乐高呢往往会采用求稳的那种设计方法，包括像擎天柱啊，还有乐高的反浩克。那对最终支撑成品的这个下半身呢，它都基本没有做什么可动设计啊。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证成品最终陈列时候的一个支撑的稳固性。而这款 K 盒子反浩克呢，则想要更大胆一些，它的下半身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全部都是可以调整的。同时呢，在这个可动的前提下啊，还做到了对最终成品的一个稳固支撑。所以不管你是说是艺高人胆大呢，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呢，总之 K 盒子这款的设计呢肯定是赢麻了的。而且提到 K 盒子反浩克啊，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它的上市时间啊，其实比乐高呢要早了1个多月。但是呢，在乐高反浩克发布之前啊，其实人气呢还是比较一般的。然后呢，也是因为有了非常拉胯的乐高反浩克的衬托，因此呢这款国产反浩克呢就迅速被送上了热搜啊，甚至一度卖断货啊。不过这款套装呢也是有些缺点的啊，具体的呢都可以在我们之前的评测中呢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好了，乐高对标，那这里肯定就是76210反浩克了。当然还是要说乐高这个是有 IP 授权的，只是我们这里不打这个分啊。好，第10款双鹰咔哒56031东风 21D， 零件数6351片，成品长度接近1米的超旗舰级套装，那也是由咔哒自己设计的一款套装。同时呢，在 IP 方面也是拿到了正版授权，在玩家最喜欢的套装投票里呢，整体排名第10名。那这款套装值得关注的呢，主要是几个方面啊。首先是巨大的正载级尺寸带来的陈列效果，以及由官方提供的动态版改装所带来的丰富的可玩性啊，这样的一个融合。那大家知道，对于这个级别的积木呢，乐高还从来没有出
出过动态版的套装了。那卡达呢，在这里不光是做到了动态版，而且还做了动力组件的快装快拆设计，所以日常展摆的时候呢，并不会占用玩家的主控和电机啊。当然这一点呢，也是国产积木的一大特色了。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款套装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卡达自研的全新零件，而且其中相当比例的这些零件呢，都是非常的好用啊。所以这款套装的发布，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标志着国产积木呢，将从积木设计的原创，向更高层次的这个积木零件的原创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和突破。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呢，也就是在产品化成熟度方面，那基本上也是国产之最啊。首先，拼搭手册呢，使用了高达19页的篇幅，对积木设计思路、新零件以及原型车呢，进行了非常全面的介绍。虽然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难做到，但是在此之前呢，大部分的国产积木都是不太会去做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国产品牌在品宣方面的一个意识的转变。同时还有比如所有的透明零件全部是一个零件一个分包，那这一点呢是乐高都很难做到的，以及还有包括内部零件分色这些产品化细节工作方面呢，这款套装也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落下啊。不过呢，这款套装也因为按照官方售价呢算下来的，它这个每片零件的单价有点偏高啊，而遭到了不少玩家的吐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能会专门做一期内容来谈一谈这个国产积木定价方面的一些我们的看法。那如果先说结论的话啊，就是优秀的国产原创，尤其是还带有 IP 的积木作品，在未来可能很快会告别这个 PPP 1到2毛的时代，最终也只有官方价格能够超过2毛的国产积木，才有可能持续的推出优秀的原创作品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好了，那么本期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见。